首先，我想問大家一句，這個新年你過得安穩嗎？當我們跨過2025的最後一天，看着煙火升起的時候，你的心裡是在許願，還是在隱隱擔憂？我知道，對於很多生活在台灣的朋友來說，過去的1-2年，日子過得並不輕鬆。我們似乎一直在見證歷史，那些曾經只存在於電影裡的畫面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周邊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我做這個視頻的時候，剛好是2026年的開頭。原本大家都在期待新的一年能有一個由亂轉治的拐點，期待喘口氣。但是就在這個月，泰國那位在東南亞極具威望、被譽為天眼的女神算，卻發出了一則讓所有人心裡一沉的最新通告。她並沒有說新年快樂，也沒有說否極泰來。面對剛剛開啟的2026年，她只給了4個字的定調。這4個字聽得讓人不寒而栗：水、火、無情。如果是在2年前聽到這句話，我可能會嗤之以鼻。但在經歷了動盪的2025之後，此時此刻，站在2026年的1月，當你再細品這4個字，你會發現，這不僅僅是預言，這更像是一份正在被驗證的生存通告。特別是他提到的某些細節，竟然和我們現在這2個星期感受到的國際氛圍、氣候異常驚人的吻合。甚至他還直接點明了幾個絕對禁區。如果你今年有出國旅行的計劃，或者你的家人正在海外打拼，今天的這支視頻可能比任何旅遊攻略都重要，因為這一次他警告的範圍包含了我們許多台灣人最熟悉的地方。為什麼是2026？在女神算的預言裡，2026年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份，它是一個業力清算的爆發期。回想一下過去2年，2024和2025，它稱之為蓄力期，就像地壳在積蓄壓力，就像高壓鍋在不斷加溫。雖然偶有噴發，但大體上還在維持着某種脆弱的平衡。但到了2026年，這個蓋子被掀開了。他提到的水火無情，在今年的1月其實已經露出了端倪。所謂的水，在2026年將不再是溫柔的生命之源。他預言今年會有意想不到的水難，這不僅是指颱風或暴雨引發的洪水，更指向了海洋的憤怒。對於四面環海的台灣，這一條預言聽起來格外沉重。海平面的異常波動，或者是因為水而帶來的未知的流行病傳播，都可能在今年毫無徵兆的發生。他說，原本安全的水邊可能變成吞噬一切的深淵，而所謂的火，則是2026年最躁動的能量。這把火不僅是物理上的，今年全球可能會出現突破歷史極值的高溫和野火，更是心理上的戰火與怒火。他特別提到，2026年是人心最容易失控的一年，國與國之間的摩擦，人與人之間的戾氣，都會像乾柴烈火一樣，一點就着。你有沒有覺得，雖然剛開年，但周圍的空氣裡似乎彌漫着一種焦躁感？每個人都像是一個隨時會爆炸的火藥桶，這就是他所說的火劫。而在2026年，水與火這2股截然相反的極端能量將會在地球的某些特定區域正面相撞。這種相撞帶來的不是抵消，而是毀滅。說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難道全世界都不能去了嗎？難道2026年我們只能躲在家裡嗎？當然不是，但關鍵在於避開風暴眼。在這次最新的示警中，女神算非常罕見的隱晦地點出了幾個具體的方位。她警告，在2026年，有幾個國家將成為這股水火能量衝擊的核心區。在這些地方，天災與人禍可能會並發。他甚至用了一句很重的話：如果是為了遊玩，今年最好別去；如果是為了生存，必須去。請每天為自己祈禱。這些國家究竟是哪裡？為什麼這其中有幾個地方偏偏是台灣人最愛去的熱門首選？是日本？是東南亞？還是遙遠的歐洲？現在的你可能正拿着手機，刷着機票，計劃着春節後的第一次出行，或者你的孩子剛去那裡留學，你的另一半剛被派駐到那裡工作。在我揭曉這幾個國家的名字之前，我想請大家深呼吸一次，看看窗外，
看看身邊熟睡的家人，在這個動盪的2026年，能夠安安穩穩地坐在這裡看視頻，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福氣。而我們要做的，就是守護這份福氣，避開那些未知的危險。我們不再賣關子，女神算指出的第一個2026水火高危區，說出來可能會讓很多台灣人心碎，因為那裡幾乎可以說是許多台灣人的第二故鄉。沒錯，就是日本，特別是日本的沿海與關東地區。我知道，聽到這裡，可能很多人手裡正握着剛剛搶到的聯航機票，或者你的相冊裡還存着去年在那裡的櫻花照。但請聽我說完他預言的細節。他說，2026年的日本，地底下的火龍正在翻身，這對應的就是火的劫難。這不僅僅是我們常說的地震，預言中提到沉睡已久的山脈會發出轟鳴，地熱會異常升高，而在地殼變動之後，隨之而來的就是水的吞噬。你有沒有注意到，從2026年元旦這幾天開始，日本周邊的海域就已經不太平靜了？女神算特別警告，不要被表面的平靜欺騙，大海在2026年會收回它曾經給予的土地。如果你今年有去日本沿海城市旅遊的計劃，尤其是帶着家裡行動不便的長輩，請務必三思。這不是在詛咒，這是一種深切的擔憂。想象一下，當語言不通，由於通信中斷而聯繫不上家人的那一刻，那種無助感是我們誰都無法承受的。對於台灣人來說，日本太親切了，親切到我們常常忘了，它其實是建立在這一條劇烈活動的火環之上。女神算說2026火環閉合，如果非去不可，請避開海邊，請避開那些歷史上有過大海嘯記錄的區域，因為歷史有時候真的會重演。接下來，目光跨過太平洋，第二個被點名的地方，牽動着無數台灣家庭的心，美國西部。如果不去旅遊，你身邊一定也有親戚、朋友，或者是當年的老同學，正生活在加州、西雅圖這些地方吧。在女神算的預言裡，2026年的美西將是火毒最重的地方。這個火既是天災，也是人禍。首先是物理上的火，他預言今年的乾旱將達到頂峰，野火可能會以一種不再受控的態勢包圍城市。以前我們看新聞，覺得那只是山裡的事，但在2026年，火可能會燒進繁華的社區。但更可怕的是人心之火。女神算用了一個很隱晦的詞，部落的衝突。這意味着在2026年，那裡的社會矛盾可能會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街頭不再安全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降至冰點。水火無情裡的無情，在這裡會被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如果你的孩子正在那裡留學，或者你的家人正如往常一樣在那邊上班，請在視頻結束後給他們打個電話，不用說什麼嚇人的預言，只是提醒他們今年低調一點，少去人多的地方，多存一點水和糧，因為在混亂開始的時候，只有家裡的那盞燈才是最安全的港灣。第三個區域離我們很近，女神算指向了東南亞的低洼沿海地帶，這裡對應的是純粹的水劫。2026年的雨季將會變得不再像雨季，而像是一場天漏。他提到，原本熱鬧的水上市場、繁華的旅遊海島，可能會在今年面臨消失的風險。極端的氣候會讓海平面在某些時刻短暫而劇烈的上升。很多台灣人喜歡在冬天去東南亞避寒，覺得那裡便宜、熱情、陽光充足。但在2026年，這個選擇可能充滿了變數。所謂欺山莫欺水，今年的水帶着一種肅殺之氣。我也很喜歡那裡，喜歡那種悠閒的節奏。但在看到這個預言後，我默默取消了今年帶父母去海島的行程，因為我賭不起。在開心和安心之間，2026年我毫無猶豫地選擇後者。說了這麼多別人的地方，我知道大家最關心的還是那台灣呢？我們自己呢？女神算沒有直接點出台灣這兩個字，但是她提到了一句讓所有島嶼居民都必須警醒的話：在水火之間，島嶼像一片樹葉，樹葉無法對抗波濤，但樹葉可以順勢而為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這意味着2026年的台灣雖然可能不是風暴的最中心，但我們絕對無法置身事外。
我們要面對的可能是全球供應鏈斷裂帶來的物價飛漲，這是火帶來的經濟焦慮，可能是周邊區域動盪帶來的安全壓力，而且別忘了，我們也在那個火環之上。2026年，台灣的每一次地震警報，每一次颱風預警，都不要當作是狼來了，寧可10次防空，不可1次放鬆。聽到這裡，你的心情是不是有點沉重？我理解，當我們意識到曾經習以為常的自由旅行、安穩生活，在2026年可能變成一種奢望時，那種失落感是巨大的。但是，朋友們，女神算在預言的最後，其實留了一把鑰匙。她說：“天災無情，但人有情。2026年能救你的不是錢，而是緣。”這是什麼意思？這是否意味着在混亂的局勢中，依然有一條通往平安的路？這條路不需要買昂貴的船票，也不需要辦複雜的移民，它其實就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，藏在我們對待家人的態度裡。接下來的內容可能會徹底改变你對避難這2個字的理解。如果說前面是告訴你哪裡不能去，那麼接下來我要告訴你，在2026年究竟做什麼才能真正保住全家人的平安。還記得我剛才說的嗎？女神算說2026年能救你的不是錢，而是緣。這句話我反覆琢磨了很久。起初我以為他是讓我去求個佛牌，或者是隨身帶着什麼法器，但當我翻看他過去的談話記錄，我才明白他所說的緣其實是善緣與血緣。他說2026年的磁場非常混亂，火氣太重，而在五行之中能克火的是水，但這個水不是外面的洪水，而是你心裡的柔水。在這一年，最大的護身符其實就是2個字：回家。這不是一句空話。在動盪的局勢裡，你會發現，只有那個有着吵鬧、電視聲、有着媽媽煮飯、油煙味的地方，才是能量最穩定的結界。預言中提到，當外面的世界為了利益爭得頭破血流時，那些懂得退一步、懂得守在親人身邊的人，反而會奇蹟般的避開災禍。這讓我想起台灣老一輩常說的一句話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在2026年，這句話不再是雞湯，而是保命的法則。既然我們已經身在2026年的開端，除了避開那些危險的國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具體該怎麼做？為了家人，為了自己，我整理了女神算暗示的3條生存建議，請你一定要聽進去。第一件事，修補關係，特別是和父母的關係。如果在這個1月，你還在為了陳年舊事和家裡冷戰，請立刻停止，因為遺憾是2026年最沉重的代價。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來。在這個充滿了無常的年份，哪怕只是打一通電話，叫一聲爸媽，這股親情的能量都能為你擋掉無數的煞氣。第二件事，收斂慾望，不要當出頭鳥。2026年是水火無情的一年，槍打出頭鳥，今年不是大舉投資、瘋狂擴張的好時機。女神算警告，貪婪是引火燒身的火種，無論是股市還是職場，求穩才是最大的贏。哪怕被人說保守，哪怕被人說膽小，沒關係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，我們就贏了全世界。第三件事，存一份敬畏心。無論你信不信神，在今年，請對大自然保持絕對的謙卑。看到極端天氣的預警，不要逞強，不要去挑戰禁區。在這個科技看似萬能的時代，2026年會被大自然教做人，敬畏自然，自然才會庇佑你。最後，我想和大家說幾句心裡話。做這期視頻，我的心情其實很複雜。我多麼希望這位泰國女神算的預言是錯的，我多麼希望2026年年底的時候，你們會跑回來，在這支視頻底下留言，打我的臉，說你看，今年明明風調雨順，什麼都沒發生。如果真的那樣，我會比誰都開心，因為那意味着我們所有人都平安度過了這一關。但是哪怕只有1%的幾率它是準的，我也必須把這些話說出來，因為我不想在災難發生後才後悔沒有提醒過你們。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，也許會有驚濤駭浪，也許會有烈火灼心，但請記住，只要我們緊緊抓住了彼此的手，只要我們的心依然柔軟，家依然溫暖，那麼再大的水
煙不沒愛，再猛的火燒不毀家。此時此刻，如果你正在看這段視頻，而你的家人就在身邊，請轉過頭好好看看他們，給他們一個擁抱。如果你是一個人在外打拼，請現在就拿起電話給家裡報個平安，不要等到下次，不要等到以後，就現在。這支視頻不求點讚，不求打賞，只求你把它分享給你最在乎的那個人，告訴他外面的世界再亂，有你在我就心安。告訴他2026我們要一起平平安安的走下去。願天佑台灣，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在2026年逢凶化吉，歲歲平安。